肃王侧妃已经被打入大牢了。如果要是有冤的话，跟皇上说去。小侯爷，你来了，你可是见到蓉儿了？玉历说，皇上已经下圣旨，任何人不得去探视王妃娘娘。你让我带的衣服，我倒是花了些银子给她送进去了。那肃王殿下呢？你放心，殿下昨夜已经回来了，这会儿应该已经进宫面圣了，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。皇兄今日似乎心不在焉啊。虽然朕不喜欢肃王侧妃，但朕也看得出来，他还不至于蠢到敢把歪脑筋动到宫中材料上，而且手法还如此拙劣。若有人构陷肃王侧妃，有意陷害，那些人是何目的？晋儿回宫后，就一直在查朝中贪污一事，势必会遭人记恨。皇兄的意思是，他们实则要对付肃王。只可惜，芙蓉只是区区横京令之女，势单力薄，这才成了他们对付晋儿的靶子。皇兄的担忧，臣弟明白。若是王公将相之女，那些人就算有心，也会忌惮于王公将相的势力。只是这肃王对侧王妃用情极深，之前选正妃一事也是不了了之。这才是朕最头疼的。只要芙蓉和晋儿在一起一日，晋儿就不可能选正妃。现在看来，他已经成为晋儿的软肋了。臣弟觉得，皇兄何不借此机会，让他们两个和离啊？你以为晋儿会同意和离吗？臣弟以为，肃王自然是不会同意。皇兄可从侧王妃下手。侧王妃为了保命，为了肃王，定会答应。公公，肃王到了。陛下，肃王来了，现在在御书房。禀父皇，儿臣前来请罪。哦，你何罪之有啊？儿臣听闻，蓉儿私贪宫中材料。若真是如此，是儿臣娇妻不严，儿臣有罪。只是父皇，可有确凿证据？臣司是指证芙蓉监守自盗，又有交接文书为证，怎么，你觉得证据还不够确凿吗？那批材料可有被追回？儿臣听闻，他们去如意楼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什么都没有找到。此案是否另有隐情，还望父皇明察。放肆！人证物证俱在，岂是你空口白话就能推翻的？儿臣不敢。只是儿臣与蓉儿朝夕相处，深知蓉儿的为人。儿臣恳请父皇给我7日的时间。7日，我一定会给父皇一个交代。
若儿臣没有做好，儿臣愿为先皇后守灵，永不回京。你好啊，那朕就给你7日。谢父皇。张姐，放纸鸢了！你们怎么了？关哥儿，私塾回来了。先生今日都教了些什么呀？姑娘，小侯爷来了，在门外说是有事找您。轩儿，你赶紧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定是苏王来消息了。小侯爷，傅姑娘，殿下已经面圣，争取了7日的时间，为娘娘洗刷冤屈。真的吗？那就好。但是7日时间够不够啊？此事牵连甚广，7日时间终归是有些紧的。但是想要再多的时间，只怕皇上不会应允。无论如何，相信殿下吧。多谢小侯爷，还有苏王殿下。你和傅大人、傅夫人不要太担心了。之后若是有任何情况，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你们。好，快进去吧。皇上有旨，王爷您不能。本王知道，把这个交给王妃即可。是。王妃娘娘，苏王殿下托小人给您带了些吃食。殿下还说什么了？没有说什么。不用担忧，万事有我。虽身陷囹圄，吃喝不许耽误。我和夫人确认过无数遍，全是依照陈思之送来的材料和首饰名册进行打造，哪里有多余的材料？那就是说，问题出在交接文书上。可当日夫人分明一一确认过，并无其他问题。蓉儿平日把文书都藏在哪里？就在如意楼2楼隐秘处，只有夫人、傅轩姑娘和我知道具体位置。在那日宫里人到来之前，都还好好的放着。那你的意思是那些人拿走文书之后，才出了问题？难道是提刑司动了手脚？殿下，提刑司与成王素来亲近，如果真的是他们动的手脚，想必很难查出实情呢。还有一个人，陈思氏，苏王来了。拜见王爷。王爷找奴婢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本王听闻陈思氏指认傅荣监守自盗，还有文书为证。王爷，奴婢也是据实禀报。
哦，据实禀报，那本王倒是疑虑了。可是傅荣坚称是交接文书上的数目不对。王爷，不是应该去问问王妃才对吗？交接文书是否在你这儿？回王爷，相关物证奴婢已经交给提刑司保管了。傅荣是本王的王妃，要是本王发现任何人说谎，本王一定不会罢休。奴婢不敢。还好奴婢随机应变，嘴巴又紧，什么都没有透露出去。娘娘，奴婢对您呐，那可真是忠心耿耿啊。那肃王怎么好端端的怀疑到了你的头上？这，奴婢也不知。听他语气，似乎还想查证一番，但是一无所获，便悻悻然离开了。陈思氏，这回你做得不错。肃王要是再来找你，娘娘您放心，他就是找奴婢1000次，也问不出半个字。对于你的忠心，本宫向来是知道的。焕云，带陈思氏下去，把本宫上次得的那个玲珑玉坠赏给陈思氏。是，多谢娘娘，娘娘万福。这个肃王倒是聪明，知道找陈思氏下手。儿臣谅他，也不敢乱说话。竹儿，你说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如今肃王已经查到了陈思氏头上，总归是个隐患。也是啊，这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毕竟只有死人，才不会乱说话。过几日，本宫会差陈思氏出去，替本宫置办物件。只要他一出宫，茂儿，后面的事，母妃放心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求你们别杀我！幸亏王爷你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奴婢就……你一个小小的私事，究竟是谁要杀你？这地址是端妃娘娘给的呀。娘娘为何会这样？我
我对他是一片忠心啊。事已至此，若你还不肯说真话，那我们殿下也保不了你。王爷，眼下奴婢的命都在王爷手上，奴婢定会知无不言。那交接文书，你们是如何动的手脚？材料从宫中出库后，端妃娘娘一早便扣了一批，而后奴婢用益母果汁液代替了墨汁，重新在2份文书上写了数目。这样不管王妃如何比对，都看不出问题了。等她一一确认后，奴婢便将自己保管的文书带到宫中，以火加热，汁液就会消失。奴婢再在文书上写上正确的数目。那如意楼的呢？事涉公案，又和肃王妃有关，皇上必定会命宫里人到如意楼去取文书作证，成王便派提刑司的人偷梁换柱。那被扣下的那批材料，现在去哪儿了？具体地点奴婢真不知道，只是隐约听到那些材料被成王偷偷运到林州的未阳城了。然后呢？王爷，奴婢所知已经全部交代，并无其他了。王爷，您打算如何处置奴婢啊？陈司事，你就在这里休息。客栈外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人手保护你。你是重要的人证，切记，千万不要独自离开这里。多谢葛先生。护我，本就是欺君大罪，又有端妃、成王虎视眈眈，一个肃王如何保护我？还好茂儿，这次你动作快，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只是陈司事毕竟与徐静碰过头，眼下徐静一定知道了我们不少事情。就算陈司事已经告诉肃王真相，可如今他已死，肃王口说无凭，也不能翻案。只要成王殿下将宫中那批材料好好保管，肃王他再有本事，也是无能为力了。茂儿，宫中那批材料你藏好了吧？母妃放心，那批材料我已经隐藏妥当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上次姨父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找徐静算账，正好这次来个大清算。王爷，这是今早在郊外发现的尸体，您看，这是您找的那位吗？如今陈司事已死，交接文书便死无对证了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找到那批宫中材料。葛先生，你留在京中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徐家，你同我去未阳城。是，殿下。
这个陈思氏竟然死了，那肃王侧妃的罪名恐怕就很难洗脱了。这样也好。陛下是想利用这件事情让肃王殿下和侧王妃和离？肃王若是有婉儿这样的将门之后就好了。哎，肃王现在在何处啊？哦，听说已经去未阳城了。未阳城不就是袁彬的管辖地吗？正是。王欣，老奴在。若是婉儿问起肃王的去处，你可以指点一二。陛下的意思是……哦，老奴明白了。走，跟朕去一趟提刑司。是。文书上的印章确实是如意楼的，文字也没有涂改的痕迹，莫非是墨的问题？该如何着手调查呢？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肃王前2日来找朕，他向朕要了7日时间，为你证明清白。若做不到，他就要替先皇后守灵，永不回京。殿下是一时糊涂。君无戏言。君无戏言，可上有天恩，此事一定还有余地的。罪女虽是清白之身，但是7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。紧张？你可知陈思氏已死，要证你清白，难于登天。若7日一到，找不到证据，朕只能让他去守灵。皇上万万不可！芙蓉，你可想过，为什么这些事总是发生在你身上？他们是冲着你，还是冲着晋儿？晋儿在京城毫无根基，他本可沉下心来，慢慢的帮朕清查朝中贪污，但就为了你，他回回冲动。那些贼人，就是抓住了他这个弱点。长此下去，他早晚会死在你手里。芙蓉明白，皇上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殿下。您如今来找罪女，一定是心中有了办法，还请皇上指点。如意楼虽然不能解封，但若你不想牵连肃王，很简单，跟他和离。给你1夜时间，好好想想吧。
不用担忧，万事有我。虽身陷囹圄，吃喝不许耽误。聊以一油纸，以待寄回朝。特意多买了些你喜欢吃的如意枣，吃点甜的，就不苦了。蓉儿，相信我，等我。来人！凡为夫妻，必有前缘羁绊。情初起时，盖莫心有戚戚，琴瑟调和。然佳人离心，琴瑟失调，与其彼此蹉跎，互生怨怼，不若各还本道，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王妃娘娘，你们何时回京的？之前去哪儿了？我们出去玩了。这刚回来就听说你被关入提刑司大牢了。娘娘，你没什么事吧？还是叫我傅姑娘吧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此事说来话长。只不过现如今我出来了，可是如意楼还没有解封。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如意楼毕竟是刘掌柜的心血。我们一定会帮忙查明真相。等真相查出了，到时候一定可以还如意楼一个清白，让如意楼解封的。姑娘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我们帮你。夫人，您出来了，莫非是王爷证明了您的清白？夫人，您擅自撕下这封条，若是被官家知道，怕是又会惹来不少麻烦。没事，是皇上准许的。我来收拾一下东西，马上就走。之前提刑司来这儿乱翻一通，少了不少东西，将来若是要恢复原样，怕是又要下不少功夫。夫人，您今日从刚开始就感觉有些奇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
没什么，都过去了。我很快就可以自证清白。自证清白？王爷呢？阿元，从今以后，素王跟我毫无瓜葛，别提他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先走吧，皇上只允许我一个人进来这儿，你要再进来，提刑司的人又做文章就不好了。是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第一根簪子。东铺老板还问我做了要送给谁，我说要送给我家娘子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她好像不太喜欢。罢了。不，太喜欢，太精致了。娘子喜欢就好。郡主，傅荣已经签了和离书了。真的签了？千真万确，一签了和离书，皇上立马就放了他。郡主不高兴吗？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啊？这个傅荣，我就知道她不是一个合格的肃王妃。肃王哥哥为了她出生入死的，她居然为了自保就签了和离书了。这不行，你从哪里听说的？大家都在传呢。人云亦云，不可取。不行，我要找王公公问清楚。王公公，郡主。王公公，我问你，那傅荣当真签了和离书？是啊。好你个傅荣，苏王哥哥真是瞎了眼才。郡主这是怎么了？那他如今出狱，你们就不怕他去找苏王哥哥卖乖啊？万一苏王哥哥一时激动，但是他跑了可怎么办啊？郡主，瞧您这话说的，肃王殿下如今远在未阳城，怎么可能会带着傅姑娘跑了呢？哦，那谢谢公公，就不打扰您了，您先去吧。郡主慢走。既然傅荣不懂得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未阳城，还是我聪明，一下就把苏王哥哥在哪给问出来了。我们走。是。陛下。陛下，老奴方才见着羲和郡主了。他已得知肃王殿下和侧王妃和离之事。他如何反应啊？老奴透露了肃王殿下如今在未阳城，看郡主模样，似是急不可耐的
去找肃王殿下了。如此甚好。公子，傅姑娘目前已经签了和离书，已经出了大牢。好事。可是顾姑娘来信说，傅姑娘已经去了未阳城，听说是小七和小八去过一趟如意楼，应该是说了些什么。你派人全城搜捕小七、小八，我们即刻去未阳城。是。行，小，开！这位爷，请。大，小，来，买定离手。这位老板看上去有些面生啊。你是？哈，老板您不介意，可以喊我一声萧爷。我看老板您玩的不是很尽兴啊。哼，这赌房嘛，说实话，真的没什么意思。不知道老板您对别的可感兴趣啊？别的什么？女人？哼，没兴趣。老板您新来乍到，有所不知，咱们未阳啊有个鬼市。但凡是有钱人，都会去那儿淘玉器、首饰、古董什么的。鬼市？咱们这个鬼市可非同寻常，现的都是奇珍异宝，要多罕见就有多罕见，还有不少市面上绝对看不到的宝贝。听起来有点意思。这位爷，请。大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苏王哥哥。谢贺郡主，你怎么来了？苏王哥哥，几日不见，你消瘦了许多。怕是郡主看错了。苏王哥哥，你去哪儿？我还有很多卷宗要看，郡主自行用膳吧。苏王哥哥，你为了查清傅荣的首饰案，连饭都不吃，你对傅荣一片真心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份真心值得吗？蓉儿是我的王妃，有什么值得不值得？可她已经不是你的王妃了。郡主，请自重。傅荣为了自保，已经亲自签下和离书，光明正大从牢里出去了。苏王哥哥不相信？我没有必要说这种谎。蓉儿也没有必要这么做。苏王哥哥，你清醒一点，再这么查下去有什么意义？好，我承认他有他的优点，但是你们不合适，他只会拖累你的。苏王哥哥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许家，郡主累了，送她回房歇息。是。我不走。苏公公到。王爷，老奴是来传达皇上旨意的。这是王爷您和王妃的和离书，